先会爱自己，再去爱别人。欢迎收听阅读茶坊。我同季平之是青梅竹马，他是季家庶子，我是谢家庶女。儿时我便盼着能嫁给他，我陪他熬过寂寂无名。从低贱庶子到天子近臣，多少人想往他身边塞女人，都被他拒绝了。季平之曾握着我的手，要守我一辈子。他说：“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”直到那个女人带着肚子敲开了季府的门，她柔弱可怜，撑着腰跪在我面前：“姐姐，我有了夫君的孩子，求你给我们母子一条活路。燕燕愿给姐姐当牛做马，求您了。”那时我正喝着补药，碗中黑乎乎一片，闻着便让人犯恶心，是为我调理身子的。闻声，手一松，碗落在了地上，发出清脆声响，此碗碎成一片又一片。我僵硬着去看季平之，他垂下眼：“七娘，燕燕身世干净，人也乖巧听话，跟了我许久，如今有孕，也该给她名分。”季平之说得轻巧，我却浑身失了力气，仿佛有一柄刀捅进心口，搅得五脏六腑都在疼。给他名分，不过一切事。季平之蹲下身，握住我的手：“你若不喜欢，那便去母留子。”他声音温柔，语气却不容拒绝：“七娘，季家香火不能断。”燕燕搬进了季府。他搬来那日，数十辆马车中装着他的香笼，都是这2年夫君为他置办的。她曾是重臣之女，家道中落后，被人欺凌，幸得季平之所救，同他志趣相投，心甘情愿当他外室。燕燕颇懂礼数，捧着一尊送子观音的玉佛送来我院中：“姐姐莫要责怪夫君，夫君只是心急，朝中同他一般年纪的大人们早就儿孙绕膝了，只有大人守着不会下蛋的母鸡，放在谁身上都不好过。”他捏着帕子，捂着唇轻笑。跟在他身后的侍女也一同笑了起来，眼中全然是蔑视。不能生育的庶女又拢不住丈夫的心，如何坐得稳当家主母的位置？我指了指笑得最欢那几人，掌嘴。院中侍女拉过他们，巴掌还未扇到他们脸上，燕燕便跪下了：“姐姐，我知你心中有怨，我也是一番好意，你若不喜，打我骂我都行，不要为难他们。”她哭得梨花带雨。跟在她身后的侍女也乖顺地跪着，涕泗横流，同主子一般可怜。我望向他们身后，季平之身着大红官袍，行色匆匆地赶来。当着他的面，我抬手，重重一巴掌落在燕燕脸上：“不尊主母，该罚。”他脸被打得偏过去，正巧晕倒在季平之怀中。他用力捏住我手腕，几乎要将我腕骨捏碎。“七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我抽不出手，目光看向那尊送子观音。他笑我是个下不出蛋的母鸡。季平之脸色瞬间沉了下去，他轻轻拍着燕燕的肩，疲惫地看向我。他年纪小，说话直了些。我不解，直？这明明是将我的心挖出，再狠狠踩上几脚。在他口中，怎变成心直口快？谁家外室敢这般同主母说话？何该发卖出去，由得他犯贱？季平之垂下眼：“七娘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”我让季平之失望了。季平之抱着燕燕，一步又一步走出我院子，侍女们紧随其后。院中突然空荡下来，正如我心。我和季平之怎会走到这一天呢？
大婚后，我和季平之宿在季家偏僻小院，季家妯娌、小姑看不起他，也看不起我。我为他在那些人面前撒泼打滚，挨过骂，受过伤，拼死不让人说他坏话。那时，季平之为我上药，他声音温柔：“七娘，待我位极人臣，绝不让人欺你、辱你。”他腹中有才华，心中有抱负。如今季平之早已位极人臣，第一个将刀捅向我的是他自己。我蜷缩在榻上，心、肝、脾、肺却揪在了一起。季平之嫌我不能有孕，是他忘了，曾经我身康体健，同他成婚半年，呕吐不止。郎中喝道：“这是喜脉。”我小心养了6月，取了许多名字，最后一个也没用上。那个深夜，季平之端来一碗落胎药。他说九皇子妃亦有身孕，有人用他威胁九殿下，季平之替九殿下做事，为九殿下分忧。他落了我的孩子，用来蒙蔽奸人，博一个从龙之功。那夜我身下血流不止，却不敢惊动旁人，连大夫也不敢请，硬生生咬着布条，熬过一波又一波的疼痛。季平之吻去我泪水：“七娘，往后我们还会有其他孩子的。”可那时我没有养好身子，此后数年再未有孕。但季平之同旁人耳鬓厮磨，有了孩子，往后他儿孙绕膝，而我孤独终老。季平之在祠堂跪了一夜，清早来我房中：“七娘，燕燕也是清贵人家，给我做妾实在委屈。”他居高临下看着我，我已禀明祖宗，抬他做平妻。新婚之夜，季平之同我说的话犹在耳际：“七娘，能娶你为妻，实是三生有幸，此生平之只会有你一个妻子。”我握着他的手，将自己的心交给了他。可现在季平之反悔了，他将我真心弃之如敝履，狠狠地践踏其上。我看着季平之：“夫君，你以前同我念诗，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现在你的心又到哪里去了？”季平之蹙眉：“七娘，我未曾休妻，也不曾贬妻为妾。哪怕燕燕进门，你也是我原配发妻，不要无理取闹。”总是这样，季平之一句无理取闹，可以堵住我所有想说的话。他的心没法给我，未曾休妻，便是给我留的最大的脸面。可这样的脸面，又有什么留着的必要？要我如何同他们生活在一府，看季平之同人郎情妾意，含饴弄孙？夫君，你既已移情，便与我和离罢。季平之薄唇抿成一条直线：“七娘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你如今20又3，母家衰微，还是庶女出身，身子幼，不能生养。”季平之咽下了这几个字，看我的目光却清清楚楚地写着嫌恶。他不耐地蹙眉：“七娘，没有人会要一个和离过的女人。你出去看看，谁家府上不是3妻4妾？原来在季平之眼里，我是这样的呀，人老珠黄，出身寒微，不能生养。曾经恩爱两不疑，如今落到我身上，只剩胡闹2字。”我头一回与季平之动手，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。我大抵生病了，同季平之在院中站了许久，吃尽了冷风，如今蜷缩在榻上，脑中昏昏沉沉，突然便想起了许多往事。曾经我在季平之眼中千好万好，是他在嫡母面前跪几日求来的小娘子。我冬日一句想喝鱼汤，
季平之便满京都的找，未曾找到一条鲜鱼，便学古人卧冰求鲤。他捧着鱼汤到我面前，鱼有些小，待下回再捞条大的。我看到季平之冻得通红，抱着他哇哇大哭，骂他是个傻子，竟然把一句玩笑话当真。季平之却擦了我的泪，不是傻子，他说七娘值得。小小庶女第一次知道被人放在心中珍重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可是季平之，现在的七娘已经不值得你珍重了吗？七娘，谢七娘。意识朦胧间，我听到有人喊我姓名，强撑着睁开眼，我看到季平之站在榻前，他面容俊秀儒雅，眉目温润，唇边却挂着讥讽的笑意。七娘，莫要在我面前装病薄可怜。你一向身子康健，下午还有力气打人，怎地夜里就病得起不了身？我强打起精神应付他。夫君，你不是略通医术吗？既然觉得我装病，不如亲自把脉诊诊。大抵我面色实在难看，季平之放轻了语气，但他一张口便要拿走我掌家之权。府上有喜，七娘病中怕是难以应付。这些时日你便好好休息，待你身子好了，该给你的我都会给你。他深夜来此，并非因我重病心急，而是借此时机夺走钟馗。我突然心中发苦，居于内宅的妇人，一生都在争丈夫的这颗心，到底有几分偏向？可我呀，从一开始就输了。我从枕下摸出对牌，夫君，我可以交出对牌，但我要一封和离书和姨娘留给我的玉佩。季平之冷漠地看着我，七娘，激将法对我没用。我从没想过和离，你便死了这条心吧。我仰头看他，季平之如今20有4，不同于弱冠时的灼灼清柳姿容，如今气度更添沉稳。纵横官场多年，他既想要娇妻美妾在怀，又不肯背上抛弃糟糠的恶名。季平之，人不能太贪心。他冷笑，七娘，这句话同样送给你。我真是贪婪无度，竟敢奢求季平之一颗真心。我不知从哪来的力气，拿着对牌凑向了榻边灯烛盏，看到火星子遇见木质对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，畅快地将它扔到季平之面前。对牌4分5裂，一如我同季平之这8年。季平之离开了，临去前，他冷漠地看着我，七娘，我对你的忍耐也是有限的。不孝、无子、善妒、七出礼，你已犯了3条，这几日便好好在院中思过，待你想明白了再来见我。思过？我一边咳一边笑，夫君，我有什么过错？若非你背信弃义，要抬外室为平妻，我们何至于像如今这样？季平之深深看了我一眼，七娘，你的性子实在不讨喜，你只看到了我背信弃义，为何不在自己身上寻原因？你粗鄙不堪，若不抬燕燕为平妻，难道要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受嫡母的苦吗？我与季平之同是庶出，吃尽了嫡母的苦头。季家嫡母末世，下人们看菜下碟，我们在季家后宅艰难度日。冬日里，连炭火都要不来。深冬寒夜，几条薄被全都用上，却挡不住严寒风霜。季平之抱着我们用体温互相取暖，但半夜我将薄被卷走，季平之不忍拽回。次日，他便冻出了风寒。我哭着求人给他请大夫，受尽白眼。
季平之滚烫的掌心拉起我的手：“七娘，我不过庶子出身，不受父亲嫡母待见，连累你与我一起吃苦了。这样的苦，到我这就结束吧。往后我只有你一个妻子，所有的孩子都从你腹中脱生，再也不会被嫡母搓磨。”我感同身受，信以为真。我开始绣衣缝帕，多赚些银两补贴生计，开始学会泼辣刁蛮，骂欺负季平之的下人，骂克扣我们用度的嬷嬷，骂瞎眼的爹，恶毒的娘，看不起季平之的兄弟。我扶着季平之，起于微末。如今他扶摇直上，嫌我粗鄙不堪，和外室有了孩子，不忍他被嫡母搓磨，就要抬外室为平妻。我想，大抵是这段姻缘走到了尽头。君若无情，我便休。这病缠绵了许久，一直未好。季平之不曾来看过我，倒是燕燕来过一次。还未入门，他便摆起了主母架子：“姐姐，本该给你行个礼的，但如今我身子重，夫君说一家人不必在意这些小节，你应该不会怪我吧？”他有意无意地捂着肚子，在我面前走动，露出腰间挂着的玉佩，双鱼细珠，是姨娘留给我的那一块。姨娘说，哪怕我是庶女出身，旁人看低了我，也不能自己看低了自己。她留给我一块玉佩，笑眯眯地说，往后若遇见心上人，便把玉佩赠他，若遇不上也没关系。人这一生，只靠自己也能好好活。那晚，我找季平之要玉佩，他让我莫要贪心，原来已是借花献佛，赠给了旁人。我声音干哑，指着玉佩问燕燕：“你这玉佩从何而来？”“你说它呀。”燕燕将玉佩从腰间摘下，挂在指尖转，不值钱的小玩意儿，在夫君库房看见的，塞在边边角角里，想来也不是什么要紧的。我见有趣，便向夫君讨来：“姐姐，你看。”我向他伸出手，这原是我随身旧物，只是遗失了些日子，你既寻见，便还给我罢。燕燕眼中露出挑衅的光：“哦，若我不还呢？”她站在院中池塘边，语气轻慢极了。玉佩在她指尖轻轻地晃，而后被她恶意地扔进池塘里。我当即便跳下水。指尖握住玉佩那一刹，我听见了巨大的一声扑通。燕燕双手无力地挥舞：“姐姐，姐姐，燕燕知错了，我还怀着孩子，你别推我。”隔着清澈池水，我看到她脸上全然是得意。而院中传来急切的脚步声：“谢七娘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”季平之向来沉稳，这是他头一回在我面前显露出慌乱。那么浅的池塘，站起来，池水不过到我膝盖，他却关心则乱，跳进池中，抱起燕燕离开。我看到燕燕躲在季平之怀中，呜呜地哭：“夫君，我好怕呀！我好怕护不住我们的孩子，我好怕他来我梦中问我，为什么不要他？夫君，还好你来了。”季平之温声哄他：“莫要怕，你和孩子都不会有事的。”他话锋一转，只是从前竟不知他是这么一个毒妇。成婚8载，季平之留给我一句断词：“毒妇。”他停下脚步，回头看我：“谢七娘，你实在不堪为配。今日起，我府上只有燕燕一位夫人，而你沦为妾室，禁足1月，好生反省。”我突然觉得想笑，捏着手中摔碎的半块玉佩，扶着池塘边的柳树，大笑起来，笑得腰都直不起来。在季平之眼中，
我已沦为只会争风吃醋的后宅妇人。他忘了，如今他鹏程万里，那些从龙之宫里也有我的一半。季平之看重燕燕，抬平妻的礼也走得很周全。趁这些时日，我让人将手下铺子、头面全都兑成了现银。大婚前1日，燕燕来找过我，我装作仍在病中，不曾开门见她，她却非要同我说话。姐姐，其实我很早就见过你，那时你在马场牵着矮脚小马，夫君便在一旁为你作画，他看起来好温柔啊，一定会是个良人。当时我想，如果这是我夫君该多好。我打断了他，我对你们的事毫无兴趣，滚出去。燕燕却毫不在意地笑了笑，所幸上天庇佑，让我成了夫君的妻。姐姐，你不知道吧？你每日补药中都有一味麝香，这是夫君吩咐的。你的身子早已无碍，但夫君不想孩子出自你腹中。他脸上全然是得意，我却如坠冰窟。那年一碗落胎药，硬生生落掉了我6个月的孩子，她已经成型，是个女孩。我甚至没能多看她一眼，她便被季平之送出，被开膛破肚送到了九殿下面前，以乱军心，连她的尸骨都未曾炼起。季平之说，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这7年来，我看过无数次大夫，药渣能填满院中的池塘。京中风言风语不断，那些明里暗里骂我善妒、不能生养的声音，我不是听不见，只不过爱他时吃些苦头都甘之如饴。可原来这都是季平之刻意而为，他冷眼旁观，不想让我生下他的孩子。季平之大婚当日，宾客众多，对我的禁足也看管不严。我带上了所有银票，趁乱离开季府，立了一辆马车，直奔皇宫。当年不起眼的九殿下已登基多时，曾经的九皇子妃也诞下皇子，成了新朝的皇后与太子。他来见过我，那时我才落胎不久，他坐在我榻边，给了我一块令牌。这一命是我欠你的，我允你一诺，只要不违伦理纲常，可以为你做一件事。我没将它作为我的倚仗，可季平之实在过分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越过我的底线。他不会不知道，每句话都在将我往绝路上逼。只消我死了，天底下还有谁曾见过他那么落魄的时候呢？凭着令牌，我见到了皇后娘娘，我跪在她面前。娘娘，昔年您曾允诺臣妇，可以为臣妇做一件事，可还作数？皇后看向我，自然。她不问我求和，却亲自将我扶起。季大人贬妻为妾，另娶新妇，你可是想让我拆散他们？臣妇求您赐一道合理旨意，往后我同季平之再无瓜葛。此外，臣妇状告礼部尚书季平之宠妾灭妻，求娘娘主持公道。这一日，季府挂满红绸，宾客满门。季平之穿着大红喜服接了中宫懿旨，而我怀揣半副身家，远赴江南。我在金陵落了脚，路上也听到过季平之的消息。宫里的人赶在拜堂前去了季府，当着众人的面宣读了皇后懿旨。七娘爱我至深，她绝不会与我和离。季平之抗旨不遵，他疯了一样撕了喜袍，往我院中飞奔而去，留燕燕孤身一人在喜堂。见人去楼空，季平之抓着侍卫，疾言厉色地质问：“七娘到哪里去了？我不是让你好好看着她吗？”但没人说得上来。季平之当即吐血，
染红了院中青木。好陌生啊！记忆中，季平之从不失态。他居高临下俯视着我，俯视我爱他的那颗心，怎会因我和离变得不像自己？想来不过是无端看客添油加醋罢了。如今我逃出千里，京中这些事已与我再无关系。我在秦淮河边的小楼上另了间屋子，每日晨起推开窗，便能看到画舫往来。这里的天真广阔，天空倒映在水中，是很明媚的蓝色，空气中是甜腻的糕点香。我见过挑着扁担走街串巷的货娘，在码头边开馆子的寡妇，她们努力地向下扎根。这世上并不是离了男人便过不下去，没有谁离不开谁。正如离了季平之，我仍旧是谢七娘。我会骑马，会看账，能管家，会调香粉，打人骂人都很厉害。我何该有很好的一生？我在秦淮河畔支了个香粉铺子，这铺子原本只是做着玩玩，但没想到生意出奇的好，引来了许多觊觎的目光。我只好贴了告示，故意中谱。告示才贴半日，便有人接榜。来人已在门旁，落日余晖尽洒在他脸上，他双臂抱胸，扬唇同我笑了笑。姑娘，我来应征。她生得好看，穿着一身阔大飘逸的竹根青长衫，丹凤长眼，白面红唇，温煦含笑，清淡书卷气中又混着风流写意，通身贵气逼人。我又拿出告示看了看，很认真地同他说：“我这是小本生意，月例只有3两银，都买不起他长衫上若隐若现的金丝绣线，不妨事。”他微笑看着我，眼中熠熠生辉。我来这儿本就图你。他轻身往前凑近了些。七娘，你还记得大昭寺的顾雪仲吗？昭平侯顾雪仲，夜深知雪重，时闻折竹声。昭平侯年少成爵，手握兵权，一力扶持当初的九殿下登基，有前底之功。我知晓他的名字，却不记得何时见过他，果然忘了。顾雪仲见我面露迷茫，轻笑一声：“七娘，那便重新认识一下好了。我姓顾，名雪仲，如今20有6，京都人士，父母双亡，家中有世袭爵位，良田千顷，旺铺无数，无妻无妾。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？”顾雪仲很认真，他那样风流恣意的人物，目光却不见半点轻佻，坦然的视线落在我身上。他在等我一个答复。我是成过婚的妇人，不再是3言2语就会教出自己一生的小姑娘，还是算了。侯爷金贵，我这小本生意可顾不起您，往后待侯爷娶妻纳妾，多来照顾妾身生意便是有心了。哪怕被拒绝，顾雪仲面上也不见气馁之色。七娘，我很便宜的，3两银子足矣。若你还嫌多，我也可以来白干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更何况，我发现顾雪仲真的很好用，吃得少还很能打，挑事儿的、放火的、碰瓷的，通通被他修理了一遍。无人再敢打我的主意，却不知从哪儿传出香粉铺子有个俊俏郎君。顾雪仲指着青衣素带，却依旧眉目清朗，抵不住一波又一波来看他的姑娘，连带香粉都销断了货。有胆大的姑娘问他：“郎君可有婚配？”顾雪仲不去看他，却来看我。他微微挑眉：“尚未婚配，但我已有意中人。她天真良善，赤诚果敢，是天底下最好的姑娘。我在等她回头。”
看我一眼。我闻声回头看他，望进了一双黝黑双眼，这双眼永远很亮。同他对视时，总觉得我是稀世珍宝。顾雪仲朝我挑眉：“七娘，你也听到了吗？”所以，我回头看你，看到你的目光尽头是渺小又珍重的我。我朝顾雪仲点头。今夜月色想来不错，我们一起喝一杯吧。此夜月朗星稀。我们坐在一叶扁舟上，隔着一张小小几案，盘膝而坐时，甚至会碰到对方的腿。顾雪仲扔了纤绳，小舟便飘荡在秦淮河上，月光倾洒而下。他为我倒了一杯果酒。七娘，这是西域传来的葡萄酒，你尝尝，不醉人的。我一饮而尽，又接连喝了2、3杯。果酒入喉，那些藏在心里的话便找到了出口。侯爷，我嫁过一回人了。顾雪仲道：“我知道，我同他闹得很难看。他说我是毒妇，不孝、无子、善妒，7处里犯了3条。已经有人替你验过了，我不是一世一家的好女人，你干什么还往火坑里跳？”顾雪仲敛起了笑容：“七娘，他有眼无珠，我却不是个瞎的。我知你有多好，所以追你千里而来。月亮好亮。”顾雪仲的眼睛好像会说话。借着酒意，我轻身吻在了他眼皮上，待坐回去时，却被顾雪仲握住了胳膊。“七娘，不是这么亲的。”顾雪仲声音好哑，他的唇也很干。他用力的深吻，直接撬开我的唇，唇瓣吮吸严密交合着。在我吁吁喘不过气时，他把筋拓和气息渡过来，松开我，声音含倦：“七娘。”我同顾雪仲之间，那方小小的桌案不知被踢去了哪儿。此刻我窝在他怀中，坐在他腿上，同他唇齿相依。他教我喊他的名字：“顾雪仲，顾雪仲，顾雪仲，顾雪仲。”似乎许多年前，也曾有一个少年这样让我喊过他的名字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尚且年少，在嫡母去礼佛时，贪玩去了后山，救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少年。说救，其实也不算。我给他找了根棍子，撑着他躲进了附近的山洞里，但洞里有蛇，咬伤了我小腿。少年掐死了蛇，回头见到吓得哇哇大哭的我，他好笑道：“没毒的，不哭了。”我什么都听不进去，我会死的。姨娘说被蛇咬了会死的。他叹了口气，坐在我面前，要为我吸毒血。既看了你的身子，便该娶你。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顾雪仲。醒来时，我已在小楼中。梦中那段往事，我着实没什么记忆，只记得最后醒来，人在家中。母亲说是季平之带我回来的，我感念他救命之恩，彻底成了季平之的跟屁虫，跟在他身后，与他一起长大，嫁给他，又同他决裂。醉酒醒来，头疼欲裂。我动了动手脚，只觉得腰酸腿软。但顾雪仲精神倒是很好，他正在温鸡汤，见我醒来，将汤舀出，端到我面前：“尝尝，味道如何？”蛋黄油脂浮在汤上，熬汤人并未放多少佐料，却是全然用心，很鲜美。昭平侯十指不沾阳春水，何故为我做这些？顾雪仲，我身负恶名，也不想再像从前那样，躲在一个小宅子里打理钟馗，成为一个男人的附庸。你要的，也许我一辈子也没法给你。顾雪仲低头吻下，堵住了我还未说出的话，
你不用在我身上费心思。好聒噪的小娘子！七娘，我20有6，吃长你3岁，我清楚我在做什么。从一开始，我所图不过你。顾雪仲搬来我的小楼，他实在是个妥帖的人，为我画眉，为我梳妆，为我洗手做羹汤。若我调香粉，他便在一旁读书。偶尔他也替我试香，指尖挑起一抹香粉，放在面前深嗅，等清冽香气冲入脑海，半眯了眼。七娘真不错。这样的日子一晃便到了年关。我在京中再无家人，决意留在金陵过年。顾雪仲也留在金陵。我的心上人在这儿，家便在这儿。他说这话时，正在为我舀老鸭汤。闻着味儿，我未曾忍住，竟当着顾雪仲的面呕了出来。我有了身孕。曾经我在季平之身侧吃过多少药，流过多少泪，拜过多少次送子观音，肚子却一直不曾有动静。我在菩萨面前发愿，愿重塑金身，求菩萨再让那个我未曾养育过的孩子落回我腹中。菩萨低眉浅笑，但耐不住枕边人算计良多。季平之不愿我有孕，在补药中放了麝香。现在我有了身孕，是菩萨将他送回我身边了吗？顾雪仲将手放在我小腹上，心间暖流便往下涌去。此后在这世上，我不再是孤单一人，有人与我血脉牵连。顾雪仲，多谢。顾雪仲哑然失笑，七娘，你谢我什么？谢你出现在我最孤独无助的时候，谢你明明身居高位，却不曾轻视我，而是小心将我拾起捧在掌心。心中千头万绪。我问他，听说鸡鸣寺很灵，你要不要陪我去还愿？顾雪仲毫不犹疑。鸡鸣寺香火鼎盛，不过是转身捐个香火钱的功夫，眼前人群涌上前，我便看不到顾雪仲的身影。我张望寻他，却意外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，季平之。他大抵也看到了我。季平之急切地拨开人群，他挤到我面前，张了张嘴，什么话都没说，眼角却泛起薄红。七娘，他喊我的名字，双唇微微颤抖。闹够了就同我回去。我从来没有胡闹，爱他时，一整颗心都扑在季平之身上，愿意将性命托付给他。如今我抽身离开，看他只觉可悲。季大人，我们已经和离了。我没有接旨，季平之急切地开口。我们不曾亲手签过和离书，这不算。七娘，回到我身边来。季平之，我喊他的名字。你明明很明白，我们都回不去了。一瞬间，季平之脸色惨白，他上前便要来抓我的手。七娘，我们一同长大，青梅竹马10数年，此后成婚8载，夫妻情深。你为什么不多给我一些时间？我只是一时想不明白，为何旁人3妻4妾，好不快活，我却只能守着一个人。我不过误入歧路。他哪里是想不明白，他不过是有恃无恐，拿捏了我愿意永远守着他回头，却发现我不是玩偶，心伤够了也会离开。季平之叹息着喊我名字。七娘，如今我终于知道，所有人都比不上你。你。身后传来一声嗤笑。顾雪虫朝我走来，打断了季平之尚未说出口的话，牵住我亲昵道：“疯狗这般多，真是一刻也不能放松。这不是我们季大人吗？”他像是才看到季平之，上前一步，将我挡在身后。夫人体弱，
莫要惊动胎气。季平之僵硬在原地，他的目光挪向我小腹，月份尚浅，小腹还十分平坦。七娘，这个笑话不好笑。这不是笑话。我反手握住顾雪仲的手，他掌心传来源源不断的热度，拉我重回人间。大昭寺佛前，我曾发愿，今日侯爷是来陪我还愿的。季平之怔怔地看向顾雪仲，还愿？七娘，你想要回我们的孩子，为什么让旁的男人陪你还愿？顾雪仲笑了，满是恶意地同他说，自然是因为我倾慕七娘，甘为她裙下尘，而这是我们的孩子。季平之看着顾雪仲，他全身都在颤抖。我突然想起一些往事，那时季平之才刚到九殿下身边，他谨小慎微，却得了昭平侯青眼。他曾无不感慨，都说昭平侯待人不假辞色，我见他对我颇为欣赏。七娘，往后我也会平步青云的。那时的得意，现在全都像一个巴掌，打得他鲜血淋漓。七娘，昭平侯身居高位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见过？他给不了你想要的，你不过对我有怨。我知我不该鬼迷心窍，用艳艳气你，伤你，不该因他同你生分，是我错怪了你，是我对你不起。这句错怪，我等了许久。被季平之无端指责胡闹，被艳艳以无子羞辱，被他诬陷推他落水。季平之如何看不出艳艳落水不过是漏洞百出的陷害？只是他当时心已经偏了。季平之，太晚了，我已经不再仰望他，不需要他的爱，也不需要他的抱歉。我将自己拼凑好，完完整整托付给旁人。季平之又横空出现，盼我回头。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，不会有谁停在原地去等一个负心人。现在你说完了吗？天色已晚，我们要回家了。这一日，金陵未曾飘雪。我与顾雪仲走在路上，虽一言未发，但知道身侧有人，就很心安。顾雪仲，我喊他的名字，你看到了。我实在是气量狭小，眼里容不得沙子，同季平之多年情谊都能与他一刀两断。顾雪仲拉着我的手，宽大袖袍掩盖了我们交握的指尖，我很心疼。七娘，你及笄那年，我曾去谢府提亲，留下聘礼，只是未等到你及笄，便南下剿匪。待我回来，你已和季平之定了亲。这段往事，我从不知晓。嫡母也未曾将这件事告诉过我，更不曾让我看过顾雪仲留下的聘礼信物。我叹了口气，这大抵是有缘无分。不对，七娘。顾雪仲捏了捏我指尖，我们是天定姻缘，不过一时阴差阳错。许多年前，我们便约好，待你长大，我便去提亲。当年我晚了一步，如今你还愿意嫁我吗？我偏手去看顾雪仲，风流公子脸上的神色是从未有过的正经，鬼使神差的。我点了点头。这一夜注定不太平。小楼突然起火，待我们察觉到时，火势已经很旺了。门外被人拴了锁，我因浓烟呕吐不止，拖累了顾雪仲。他打湿了帕子捂在我口鼻，抱着我踹开门冲出火海，却见楼下的阿婆哭嚎不止。他死死拖着年幼的小孙女。顾雪重顿住了脚步，却没有停下，而是将我安顿好，再重返火场去救人。七娘，等我回来。我等在原地，却没有等回顾雪重。
季平之从阴影里走出，他身上衣袍被燎出火痕，幽深的眸看着我。七娘，我们不该是这样的，身前身后都是死路。他朝我一步一步逼近，直到我退无可退。季平之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他站在我面前，手刀劈在我颈侧。失去意识前，我听到他的声音：七娘，我带你回家。姨娘死后，谢府便不再是我的家，我不过寄居谢府。待及笄后，又拿着微薄的嫁妆去了夫家。我曾以为会和季平之有一个家，像所有人一般，家里有威严的爹，和蔼的娘，可爱的孩子。后来，这份渴望也落空了。远赴江南时，我曾想，或许命中注定，我要孤身漂泊，一人为家。季平之说要带我回家，他分明清楚我曾经渴求什么，却冷眼旁观，吝于付出。如今又装模作样做什么？七娘，这些年我为了争权夺势，确实冷落你良多，我没能守住自己的身子，在外面养了女人，辜负了你。你不是讨厌燕燕吗？季平之急切地同我承诺，待回去我便休了她。我没同她成礼，也没将她记入族谱。我的夫人从始至终只有你。我往后躲避。季平之，你真是疯了。我没疯，我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季平之喉结起伏。七娘，你还不愿意原谅我吗？是因为那个孩子吗？我可以给燕燕喂落胎药，孩子才6个月，生下来也是死的，绝不会让你心烦。七娘，往后我身旁只有你一个女人，只有你生我的孩子。我们重新开始吧，七娘。好恶心啊！为什么我从前不曾发现季平之是这么恶心的人呢？我别过脸去。季平之，收起你这副令人作呕的模样。你分明见过我们的孩子，他落胎时也才6个月大。你见过我血流不止，你见过他不出气的模样，你怎么忍心再这么对旁人？你没爱过我，也不爱燕燕，你心里从始至终都只有你自己。季平之住我的肩，俯下身，他似乎想用从前哄我那套，放下身段，温柔小意。我浑身紧绷，猛地用头撞他的头。别碰我！季平之，你好脏啊！他怔住了，握在我肩膀的力道逐渐变重，几乎要将我的肩胛骨捏碎。七娘，你再说一遍。我看着他，恶心地呕了许久，却只能呕出酸水。你身上有旁的女人的脂粉味，你的唇亲过他们的脸颊，那些温存的事也和他们做过。季平之，别这样作践我。这是我头一回在季平之脸上看到无措。他强硬地将我抱在怀中，哪怕我狠狠咬在他颈上，咬破了皮肉，流出血来，他也没有松手。七娘，你只能是我的。被季平之囚在别院的第7日，我见到了燕燕，不比数月前的神采飞扬，如今她看着憔悴许多，月份长了，人却消瘦了。姐姐，没想到又见面了。我同燕燕之间并没有过不去的仇怨，伤我心的是季平之，落我胎的也是季平之。哪怕没有燕燕，也会有莺莺。燕夫人，我同你没有血缘，也并不是一家人，你不用喊我姐姐。七娘，你可真天真，倒让我心疼你碰上了一个疯子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大婚当日，夫君，他现在不准我叫他夫君，他说我不配，我只配叫他大人。大人他抗旨不遵，宁可罚俸贬官，都不肯接那道懿旨。京中传他宠妾灭妻，
他也丝毫不理会，用尽手段找你，直到他查到了你的下落，连夜赶来金陵。大人心中一直有你，连与我欢好时，都在喊你的名字，七娘，七娘，七娘，我好想你。七娘，回来吧，你不是讨厌燕燕吗？我休了她，不要不理我。我惜她时她不知，我离她时她强留。燕夫人，你今日来就是同我说这些吗？不必兜圈子了。燕燕笑了，露出一对小梨窝。七娘，我可真羡慕你。如今昭平侯封锁金陵城，只为寻到你的消息。可大人呀，他想留住你，所以我变成了牺牲品。我心中直觉不妙，看到他眼中的怨怼，立刻站起身，往后退了2步，离燕燕远了一些。可季平之将我囚禁在此，环视四周，竟没有一件可以防身的工具。我试图稳住燕燕，燕夫人，我不想插手你们之间的事。你既能……燕燕面容扭曲，我不能，我什么都不能，哈哈哈哈！她突然掏出火折子，一边大笑，一边点燃木桌、木椅、纱幔。你死了，大人就只有我了。浓烟滚滚，我学着顾雪仲救我时那样，用帕子捂住口鼻，但火势太旺，除了喘不上气，我眼前被白烟挡住，连生门的方向都看不清。我按照记忆中的方向摸索，白烟中突然闪过一只手，拉住了我，浑身汗毛直立。我疾言厉色：“松手！别怕，别怕！”这是一把熟悉的声音，七娘，是我，顾雪仲。他声音里再寻不见风流笑意。他拉着我找到了生门，直到呼吸到新鲜空气那一刻，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下。我抱着顾雪仲，一张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能哇哇大哭。从前无人在意，便什么苦都能吃下。如今我也像旁的姑娘一般，养出了脾性。顾雪仲，你终于来了。风声里递来远远的争吵声，但近在耳畔的是顾雪仲的心跳声。七娘，我来了。我真害怕寻到你时，只余下一副尸骨。好在这回没有来迟一步。这座别院是季平之来金陵前买下的，藏在闹市里，很难探到消息。顾雪仲封锁了金陵城，只为拖延我被带走的时间。2日前，我查到季平之将那外事接了过来，跟在他身后才找到了你。燕燕放火烧我，但他却没有离开别院。我看到他捂着肚子站在园中，而他对面站着季平之。大人，你说我是毒妇，可我不过是把你想做的事放在了他身上而已。你接我来此，不就是想让七娘假死，用我的尸骨蒙蔽昭平侯吗？现在他真的死了，你满意了吗？季平之面容扭曲，他伸手掐住了燕燕的脖子，咬牙切齿：“贱人，你这条贱命连给七娘陪葬都不配！”他胸口剧烈起伏，只顾咒骂，都没有注意到燕燕手中突然出现的匕首。匕首捅入季平之胸膛，眼前突然蒙住了一只手。顾雪仲的声音透过烟雾缭绕传到我耳畔：“别看，好脏！”这1日，金陵城生了一场大火，所幸伤亡不大，只有别院中发现了2具尸骨，一具胸前插着匕首，被掏出了心脏；另一具身怀6甲，被拧断了脖子。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躺在摇椅上，而顾雪仲在翻着《诗经》。他说他做了一个胎梦，梦里
有个女娃娃喊他爹爹，要他带着找娘亲。他握着我的手，在我掌心写下一个字：惜。青青园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七娘，愿他熬过苦寂黑夜，往后人生便同初生朝阳，明光璀璨。6月初8，诸事皆宜。金陵接连下了几日的雨，却在这一日放了晴。生下孩子时，顾雪仲跪在我身侧大哭，直呼再也不生了。我好笑地看向窗外，朝阳已缓缓升起，一如我往后余生。番外顾雪仲视角，侯府爵位世袭罔替，但老侯爷却不只顾雪仲一个儿子，他连媳妇都娶了3个，生下的儿子数一数该有6、7个了，个个都是嫡子，个个都想成爵，唯独顾雪仲母亲身弱，生下他便去了。可他又偏偏占了一个嫡长。顾雪仲从小就见过很多次明枪暗箭，在大昭寺为母亲上香那次，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。他几乎要痛死过去。一个小姑娘撞见他，小心翼翼地拿棍子戳了戳他，问他：“大哥哥，你在晒太阳吗？”他有气无力：“晒什么太阳？我都快死了。”小姑娘笃定地摇头：“你不会死的，死人是不会说话的，姨娘就死了，然后我怎么喊她，她都不理我。原也是个可怜的，小小年纪离了姨娘的庶女，日子能有多好过？”顾雪仲睁开眼看他，确实不该我死。你把棍子递给我，我们找个山洞藏起来，别出声，不能被他们发现。小姑娘懵懵懂懂，却很听话，用一根木棍搀着他进了山洞。只是山里多虫蛇，她被蛇咬到，吓得大哭。我会死的，她害怕。可是这蛇分明没毒啊！无奈之下，顾雪仲装模作样为他吸了蛇血，向他承诺：“我看了你的身子，往后就会来娶你，记住我的名字。”顾雪仲，他懵懵懂懂的点头，打了个哈欠，在他身旁睡去，真让人忧心。该不会没记住吧？顾雪仲原想等他醒来，但三娘的手下已寻了过来，他们手上刀剑不长眼，不能连累了他。顾雪重撑着重伤的身子离开，临去前碰见了进山寻人的少年，来找妹妹的，应是他的家人。顾雪仲为他指了路，拼着一身伤重回顾家，将砍在他身上的每一刀、每一剑都报复了回去，直到弑父杀兄。他成了京都最年轻的昭平侯。他开始为九殿下做事，心中却一直记挂着七娘，只待他及笄上门提亲，却意外被派出去剿匪。临去前，他曾登上谢家门，带了聘礼和信物求娶谢七娘。那位谢家主母满眼算计，他笑眯眯地收了信物，但等他回京，七娘已和旁人定亲。他的嫡母说，他与季平之是青梅竹马，早就与他情投意合，不愿嫁他。我家九娘也快及笄了，心中屏幕侯爷已久，侯爷若看得上。顾雪仲打断了他：“不了，既然七娘心有所属，那便算了。”顾雪仲带走了信物，将聘礼留给七娘当天装。他开始暗暗注意季平之。季家毫不出众的庶子，被家中嫡母打压，虽有才学，但实在懦弱。这样的人到底哪里好？居然被七娘看中。顾雪仲不忍七娘同他吃苦，明里暗里在九殿下前多次提携季平之。夫荣妻贵，季平之若得高位，那七娘应好过些。九皇子妃亦有身孕，
有人用它威胁九殿下。其实这样的事有很多种解法，虽有些冒险，但只要安排得当，九皇子妃无事，小皇孙亦不会有事。但季平之为博从龙之功，用落胎药落掉了七娘腹中6个月的孩子。他带着孩子来九殿下面前献策，交出他混淆视听，可保九皇子妃与小皇孙安然无恙。顾雪仲不记得当时他做了什么，等他有意识时，季平之被他踹翻在地，而他揪着季平之的衣领。这个孩子从哪里来的？这是我的孩子，内子有幸与皇妃同时有孕，愿为九殿下分忧。是七娘的孩子啊！顾雪仲只觉浑身血都凉了，生生落下怀胎6月的孩子，该有多痛！这样的畜生怎堪为配？有了这个孩子，九殿下大喜，将他交到了贼人面前，又被贼人开膛破肚送了回来。九殿下将尸骨还给季平之，他却将他丢在乱坟岗。顾雪仲为他炼起了尸骨，小小的一团血肉蜷缩在他掌心。好姑娘，你本该投生到我家来，可惜我迟了一步。我为你诵经祈福，盼你尽快投胎。你娘亲是个好人，莫要缠着她。他每年都会为这个姑娘上香、添福、念经，默默地看着七娘，看她终于搬出季宅，成了主母，看她痛彻心扉，同季平之决裂。知他和离那日，顾雪仲抛下京中一切，他追随千里而去，敲响了那一扇木门。姑娘，我来应征。